如果把世界地图摊开来看，中东绝对是一个火药味最浓的地区之一。这里不仅是石油和天然气的核心产区，同时也是全球军事力量最密集的地方之一。最近以色列和伊朗战争，谁比较强呢？还有伊朗周边其他中东国家的实力到底怎么样？今天这一期我们就来看看中东最强的10个军事国家，你敢相信吗？第一名，很多军事专家都认为他的战斗力已经不只是中东级别，而是世界一线水平。记得订阅加点赞，我们开始吧。第10名，约旦。很多人看到约旦排进榜单，第一反应通常是，这个国家真的有那么强吗？毕竟约旦在中东不算大国，没有丰富的石油资源，经济体量也远远比不上那些海湾富豪国家。但如果仔细看军事体系，你会发现约旦其实是一个非常稳定而且专业的军队体系。约旦现役军人大约10万人左右，规模虽然不算巨大，但在中东属于中等水平。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训练质量和战术素养。约旦军队长期接受美国和英国的军事训练，军官体系也大量参考西方军队模式，因此整体纪律、协同能力和指挥体系都非常成熟。尤其是约旦的特种部队，在中东地区一直有不错的评价。约旦特种部队曾经多次参与反恐行动，并且经常和欧美国家联合训练。很多军事观察人士认为，约旦的特种部队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算是比较专业的一支力量。空军方面，约旦主要装备的是 F-16战斗机，虽然不是最先进的型号，但数量和维护水平都相当稳定。约旦空军还参与过多次国际反恐行动，对地攻击和近距离空中支援经验比较丰富。此外，约旦在情报合作方面也非常活跃。由于地理位置处在叙利亚、伊拉克和以色列之间，约旦长期参与地区反恐情报网络，这也让他们在实战经验和信息战能力方面积累了不少优势。第9名，科威特。如果只看国土面积，科威特其实非常小，整个国家面积大约只有17000多平方公里，差不多就是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但这个小国家在中东军事格局里却一直有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因为它经历过一场改变国家命运的战争—— 1990年的海湾战争。当年伊拉克军队突然入侵科威特，仅仅几天时间就占领了整个国家。这件事对科威特来说几乎是一场国家级的震撼。从那之后，科威特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安全战略，军队必须现代化，而且必须和西方军事体系深度绑定。于是接下来几十年，科威特开始大规模采购先进武器。空军方面，科威特主要装备 F-18大黄蜂战斗机，这是美国海军长期使用的一款多用途战机。后来科威特又继续升级，引进更先进的 F-18超级大黄蜂。这些战机不仅具备空战能力，还能执行对地打击任务，在中东地区算是相当现代化的装备。还有就是科威特部署了著名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这套系统主要用于拦截导弹和飞机，在海湾地区属于比较成熟的防空体系之一。不过科威特军队真正的底气其实并不完全来自自身军力，而是来自美国长期驻军。现在美国在科威特部署了大量军事设施，这里也是美军在中东的重要后勤和补给基地之一。很多进入伊拉克或叙利亚执行任务的部队往往都会经过科威特。换句话说，一旦地区发生重大冲突，科威特背后其实站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支撑。第8名，卡塔尔。这整个国家面积只有大约11000平方公里，差不多就是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人口也不到300万。但别被这个体型骗了，这个国家的军事预算却一点都不小。卡塔尔每年的军费大约在120亿美元左右，占全国 GDP 的4%以上。对于一个人口只有几百万的国家来说，这个比例已经算是非常惊人。卡塔尔现役军人大约12000人，算上预备役总兵力大约2万人，规模虽然不算大，但装备却堪称豪华。卡塔尔空军的配置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中东最奢侈的，他们同时采购了3种世界一线战斗机，包括36架美国 F-15QA 战斗机，
这是 F-15系列里最先进的型号，雷达和航电系统几乎是顶级配置。另外还有36架法国阵风战斗机，以及24架英国台风战斗机。也就是说，卡塔尔未来拥有的先进战斗机数量接近100架。很多国家空军只有一种主力机型，而卡塔尔直接装备3种顶级战机，等于把欧洲和美国的航空工业旗舰产品全部买了一遍。陆军方面同样不含糊，卡塔尔装备了超过100辆主战坦克，其中包括德国的豹 2A7 主战坦克，同时还采购了大量装甲车、远程火炮和防空系统来强化地面作战能力。不过卡塔尔军队最大的问题也很现实，那就是人口太少，整个国家兵源有限，很难维持大规模战争。所以卡塔尔的安全战略一直是2条线并行，一边疯狂采购先进武器，一边依靠盟友体系保障安全。卡塔尔境内还设有美国在中东最大的空军基地乌代德空军基地，常年驻扎着大约1万名美军，同时也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在中东的重要指挥中心。第7名，伊拉克。如果把时间往回推30年，伊拉克曾经是整个中东最强大的军事国家之一。当年在萨达姆时期，伊拉克军队规模一度超过100万士兵，坦克数量超过5000辆，战斗机接近700架，在那个年代几乎可以说是中东最庞大的军事机器。但经历了海湾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以及后来与 ISIS 的长期战争之后，这支军队几乎被彻底重建。现在的伊拉克军队规模依然不小，伊拉克现役军人大约27万人左右，如果算上警察部队和准军事力量，总武装人员甚至接近50万人。装备方面也逐渐恢复实力，陆军目前装备大约140辆 M11I 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还有超过2000辆各类装甲车辆，包括装甲运兵车和步兵战车。在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拉克装备大多数来自美国援助或采购。空军方面，伊拉克目前装备34架 F-16IQ 战斗机，这是 F-16系列的出口版本，主要用于防空和对地打击任务，同时还拥有轻型攻击机和武装直升机，用于反恐和地面支援作战。除了传统军队之外，伊拉克还有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反恐特种部队 Counter-Terrorism Service。这支部队在打击 ISIS 的战争中表现非常突出，被很多军事专家认为是伊拉克军队中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今天的伊拉克军队虽然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动辄100万大军的中东军事强国，但它依然拥有不小的规模和相当数量的重型装备，再加上多年反恐战争积累下来的实战经验，使得伊拉克在中东地区依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第6名，阿联酋。如果说中东有哪支军队是典型的钱多、装备好、还能打的类型，阿联酋绝对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个国家人口只有大约1000万，但军队现代化程度在整个中东都非常高。现役军人大约6万5千人左右，规模不算巨大，但军费却长期维持在200亿美元，在人均军费上几乎是世界前列。阿联酋军队的核心优势就是装备先进，而且结构完整。阿联酋拥有大约70多架 F-16E 沙漠隼战斗机，这被认为是 F-16系列里最先进的版本之一，同时还装备60多架幻影2000战斗机，整体战斗机数量超过130架，在海湾地区算是非常强大的空中力量。陆军方面，阿联酋装备大约380辆主战坦克，其中最核心的是法国勒克莱尔主战坦克。这种坦克在沙漠环境中的机动性能非常优秀，再加上超过1000辆装甲车辆，使得阿联酋陆军拥有不错的地面作战能力。海军虽然规模不算特别大，但近年来发展速度很快，拥有多艘现代化护卫舰和导弹艇，主要任务是保护波斯湾的重要航道以及能源运输线。更重要的是，阿联酋军队并不是只会阅兵的军队，他在过去10几年里多次参与真实战争，例如也门战争和利比亚冲突，在无人机作战、空袭以及特种部队行动方面都积累了不少经验。阿联酋的军事规模不算最大，但装备现代化程度极高，再加上持续增加的实战经验，使得它成为海湾国家中少数真正具备区域作战能力的军队之一。第5名，埃及。
这个国家拥有整个中东最大的常规军队。根据近年的军事统计，埃及现役军人大约44万人，如果再算上预备役部队，总兵力甚至接近80万人。这个规模在全球都能排进前10。埃及每年的军费大约在100亿到120亿美元之间，虽然不像海湾国家那样动辄几百亿美元，但凭借庞大的军队规模和完整的军种体系，依然是一股非常重要的军事力量。陆军方面，埃及拥有大约3700辆主战坦克，其中包括超过1000辆 M11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这些坦克很多是在埃及本土组装生产的，再加上数千辆装甲车和步兵战车，使得埃及陆军拥有非常庞大的地面装甲力量。空军方面同样规模不小，埃及拥有超过300架战斗机，其中包括法国阵风战斗机、美国 F-16 战斗机以及俄罗斯米格29战斗机，这让埃及成为少数同时使用西方和俄罗斯战机体系的国家。同时，埃及海军还装备多艘护卫舰和潜艇，用来控制红海和地中海的重要航道。简单来说，埃及军队最大的优势就是规模和完整性。它不仅拥有庞大的陆军，还拥有相当规模的空军和海军，再加上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战略位置，使得埃及在整个中东军事格局中始终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第4名，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不仅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军费最高的国家之一。根据近年的军事统计，沙特阿拉伯每年的军费大约750亿美元左右，长期排在全球前5，甚至有几年一度超过俄罗斯。简单说一句，在中东地区，沙特的军费规模几乎相当于很多国家军费的总和。沙特现役军人大约22万人左右，如果加上国民警卫队等准军事力量，总兵力接近30万人。不过沙特军队真正的优势不在人数，而在装备水平。空军是沙特最强大的军种，目前拥有超过300架作战飞机，其中包括大约150架 F-15 系列战斗机，例如先进的 F-15SA 战斗机。这种战机配备先进雷达和电子系统，被认为是 F-15 家族中战斗力最强的版本。除此之外，沙特还装备台风战斗机，使得整个空军拥有非常强大的空中打击能力。陆军方面，沙特拥有大约800辆主战坦克，其中核心装备是美国 M12 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同时还有大量装甲车辆、远程火炮以及先进防空系统。防空体系方面，沙特部署了多套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主要用于拦截导弹和防御空袭，在整个海湾地区属于非常重要的防空力量。整体来看，沙特军队最大的特点就是装备极其豪华，几乎所有核心武器都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先进型号，再加上庞大的军费支撑，使得沙特成为中东地区最具资金实力的军事力量。第3名，伊朗。如果说沙特是靠钱堆出来的军队，那伊朗走的路线几乎完全相反，技术自研加数量压制。这个国家长期受到国际制裁，很多先进武器买不到，于是只能自己研发，结果几十年下来，反而发展出一套非常独特的军事体系。伊朗现役军人大约58万人，再加上预备役和准军事组织84级民兵，总动员力量甚至可以超过100万，在整个中东地区属于规模最大的军队之一。伊朗军费虽然没有海湾国家那么夸张，每年大约150亿美元左右，但他把大量资源集中在最具威慑力的武器上——导弹。伊朗被认为拥有中东最大的弹道导弹库存，各类导弹数量估计超过3000枚，包括中程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反舰导弹，其中一些型号的射程可以达到2000公里以上，理论上可以覆盖整个中东地区。除了导弹，伊朗近年来在无人机领域的发展也非常快，例如 Shohei 系列的无人机数量庞大，成本低廉，而且可以执行远程打击任务。这种武器在现代战争中已经证明非常有效。伊朗还建立了大量被称为地下导弹城市的设施，这些基地隐藏在地下数百米的山体中，一旦发生战争，可以持续发射导弹进行打击。空军方面，伊朗虽然拥有大约300架军用飞机，但其中很多仍然是老旧型号，例如 F-14、F-4和米格29，整体技术水平不如以色列或沙特先进。
不过伊朗的军事战略本来就不是依靠空军，而是依靠导弹、无人机以及不对称作战体系。海军方面，伊朗拥有数百艘快艇和导弹艇，主要部署在波斯湾，用来执行所谓的蜂群战术，在狭窄海域对大型舰艇形成威胁。简单说，伊朗军队的模式和很多国家完全不同，它不追求装备最先进的武器，而是依靠数量庞大的导弹、无人机以及大规模军队形成威慑力。也正因为这种体系，使得伊朗在整个中东军事格局中一直是一个极其重要而且难以忽视的力量。第二名，土耳其。土耳其这几年在军事圈的存在感可以说是直接飙升，它不是单纯靠卖武器撑场面，而是一步步把自己的军工体系做起来。土耳其现役军人大约45万人，再加上预备役部队，总兵力接近80万人，是北约内部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军队，军费规模大约在250亿美元左右。虽然不算全球顶级，但胜在结构完整，体系成熟。空军方面，土耳其拥有超过200架 F-16 战斗机，这是目前空中作战的主力核心。虽然因为政治因素没有正式装备 F-35，但土耳其已经在推进自研第5代战机项目，同时升级现有 F-16 机队，保持空军战斗力。真正让土耳其在全球打出名号的是无人机体系。Bayraktar TB2 无人机在叙利亚、利比亚以及纳卡冲突中频繁实战，表现出色，成为现代无人机战争的代表之一。陆军方面，土耳其拥有大约2500辆主战坦克，包括升级版的豹2坦克和自研的阿尔泰主战坦克，装甲部队规模在整个中东属于非常强大的存在。同时，土耳其还拥有完善的炮兵、导弹和装甲车辆体系。海军方面同样不弱，土耳其拥有多艘现代化护卫舰、潜艇以及2栖攻击舰。近年来还推动国产军舰项目，使海军逐步实现本土化生产。更重要的是，土耳其军工体系已经能够自主研发无人机、导弹、装甲车和舰艇，这种能自己造武器的能力在中东地区并不多见。土耳其的强大不只是规模，而是规模加军工自主能力再加实战经验。它既有几十万人的军队规模，又有不断成长的军事工业体系，再加上频繁参与区域冲突的经验，使它在中东军力格局中稳稳坐在第2的位置。第1名，以色列。如果要在中东找一个真正达到世界1线水平的军事强国，很多军事专家几乎都会指向同一个答案：以色列。这个国家面积只有大约2万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900多万，但却拥有整个中东最先进的军事体系。根据近年的军事数据，以色列现役军人大约17万人，如果算上预备役部队，总动员兵力可以达到60多万人。而且由于全民服兵役制度，一旦进入战时状态，动员速度非常快。以色列每年的军费大约240亿美元左右，虽然不如沙特那样动辄几百亿美元，但钱几乎全部集中在最先进的科技装备上。空军可以说是以色列最强大的军种，目前拥有超过300架军用飞机，其中包括大约30多架 F-35I 隐形战斗机，这是全球最先进的第5代战机。同时还有 F-15 战斗机和 F-16 战斗机组成的庞大机队，使以色列空军在整个中东拥有极强的制空能力。陆军方面，以色列拥有大约1600辆主战坦克，核心装备是国产梅卡瓦主战坦克。这种坦克在设计上非常强调成员保护和城市作战能力，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独特的坦克。防空系统则是以色列最著名的军事技术之一。为了应对周边地区频繁的火箭弹威胁，以色列建立了多层防空体系，其中最知名的就是铁穹防空系统，主要用于拦截短程火箭弹和迫击炮弹，而更高层则是大卫投石锁系统和箭式反导系统，用于拦截更远程的导弹。这套分层防御体系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非常先进的防空网络。除此之外，以色列还拥有世界领先的军事科技产业，从无人机、导弹到电子战系统都可以自主研发生产。很多国家使用的无人机技术其实都受到以色列军工产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以色列被普遍认为拥有核武器能力，虽然官方从未公开承认，
但国际军事研究机构普遍估计，以色列可能拥有大约90枚核弹头。简单说，以色列的军队规模或许不是中东最大，军费也不是最多，但它把科技、军工能力、作战经验和战略威慑全部结合在一起。这种综合实力让它长期被认为是中东最强的军事国家。如果把整个榜单从头看一遍，你会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中东的军事格局其实分成了3种完全不同的路线。有些国家靠的是钱，例如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只要军费够高，世界最先进的战斗机和坦克基本都能买得到。有些国家靠的是规模，像埃及和伊朗，军队人数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旦进入战争状态，光是兵力就足以改变地区局势。但真正能够把科技、军工能力、作战经验和战略威慑全部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其实只有极少数。也正因为这样，中东地区的军事力量一直处在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这里既有全球最先进的战斗机，也有数量惊人的导弹库存，既有庞大的陆军装甲部队，也有越来越成熟的无人机战争体系。任何一个国家单独看都不算弱，但彼此之间又形成了一种复杂的力量对比。好了，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个排名有意思，也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在你心里，中东真正的军事强国会是谁？有没有哪个国家你觉得被严重低估了？记得订阅加点赞，我们下期见。